你有冇諗過一個自稱茅山、錄音，甚至話自己係第幾代傳人嘅師傅，如果呃咗你，你可以揾邊個追究？嗱，正式宗教有團體咧，有公館啦，有登記啦，係咪代表一定唔會呃人？咁梗係唔係啦。咁入邊咧一樣可以有壞人啦，甚至係互相包庇嘅人嘅。但係至少啊，佢都有名、有地址、有組織噶。就算最後追討唔到啊，你都知道應該揾邊個去做。但係民間佛教就完全唔同啦。佢哋本身咧，主要係村落啊、宗族啊同埋師徒之間流傳落嚟嘅地方法脈，冇統一嘅教團，冇共同嘅名冊，亦都冇一套所有門派都承認嘅監管制度。好似地雷咁啊，佢明明就係錄音嘅，佢係錄音㗎，佢真係錄音㗎。但係做神棍呃完人之後，就改頭換面，由錄音變成茅山，執咗個壇，換個法名，改個派別，又可以重新收徒、重新收錢。最可怕嘅未必係佢講嘅法術係真定係假，而係當你發現有問題嗰陣時，你可能連佢真正係邊個你都查唔到，因為佢只係用法名，真名你都唔會知道。法名咧就唔係法律身份，單靠一個法名咧，你係冇可能查到佢個背景。但係真名咧，你至少都知道佢有冇破產啊，有冇車啊，有冇樓啊，係咪？咁法名咧本身就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一個人用法名公開收錢，又唔肯去交代法律姓名、收款身份同埋地址，咁你俾錢之前唔該諗清楚先。即係話你揾黑色史力加，你係揾佢唔到噶嘛。但係你用佢真名，你先會可以喺法庭或者破產局度查佢個記錄一樣。但係你有佢真名，起碼佢呃你，你要告佢嗰陣時咧，你都知份文件要寄去邊一度啊。即係我尊重法名嘅，但係咧，如果想出嚟揾食，想人哋信你，咁唔該你攞埋個真名出嚟。呢條片咧，我係會由民間法教嘅傳承方式開始，拆清楚點解有師承根本唔等於可信。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我頻道啊！係啊，屎忽人出嚟又打人幾拳啦！首先咧，要搞清楚一樣嘢先。所謂民間法教咧，並唔係一個正宗嘅宗教名稱啦，唔係話有一個叫民間法教嘅中央教團，下面咧就統一管理咗茅山、錄音、女山、梅山或者其他法脈，唔係嘅，絕對唔係。民間法教咧，只係一個概括嘅稱呼，用嚟形容一批由地方村落、宗族、寺廟同埋師徒之間世代流傳落嚟嘅法術同埋儀式傳承。例如有啲地方需要驅邪啊、醫病啊、安宅啊、解煞啊、祈福或者處理陰事啦，就會揾當地識得做法嘅師公或者法師。呢啲法師嘅知識咧，通常唔係經一間統一宗教學院教授嘅，唔係嘅，而係咧一個師傅傳俾幾個徒弟，再由幾個徒弟帶翻自己條村、自己嘅壇口或者傳俾下一代。所以茅山可以係一條線，錄音亦都可以係另一條線。大家都可以歸入呢個民間法教，但係唔代表大家拜嘅同一個祖師，用同一套法本或者接受同一個組織管理。點解稱為民間呢？正正因為佢哋唔係由一個中央教團建立同統一認證。嗱，佢哋咧係由民間自己產生、自己流傳、自己承認。一條法脈係咪成立，通常取決於師傅認唔認你啦，同門認唔認你啦，同埋你有冇一套傳承嘅講法。但係外面咧，並冇一個所有法脈都承認嘅機構去查你究竟學咗幾多，識做啲乜，或者有冇資格向公眾收費。所以咧，佢哋咧把口咧可以有信仰啊，有祖師啊，有壇規，甚至有自己嘅證書。但係嚴格嚟講咧，佢唔係一個有中央組織、統一教籍、共同教義同公開記錄制度嘅制度宗教，唔係。佢本質上仍然係一套地方性、私人化、靠師徒關係延續嘅傳承。而呢種傳承方式咧，亦正正帶出下一個問題：當所有資格都係由自己圈內人互相承認，外人究竟點樣知道邊個真係學過，邊個只係識得包裝自己？民間法教咧最常見嘅身份證明咧就係一句：我跟過某某師傅。
比你再正式少少，就可能有拜師公啊，有傳承、有法名、有法本或者一張由管口發出嘅證書。嗱，呢啲嘢咧，可唔可以係真嘅咧？咁梗係可以啦。佢至少可以證明咧，當事人曾經拜過呢位師傅，加入過某個壇口或者學過某部分嘅法門。但問題係證明佢有拜師嗰個人，通常都係佢自己圈內嘅人，師兄弟認佢，徒弟再認翻佢。但係學過幾多冇人知，因為得佢同佢自己師傅知。佢師傅死咗仲好添，即刻就可以話自己係掌門。好多個師傅都未死嘅，但係會發生啲好搞笑嘅事，例如徒弟出咗咩事都好啦，就即刻打段嘢咧，擺上 Facebook 咧，就當係聲明割席。咁點解你唔登報紙或者揾律師出聲明咧？因為本身就係一個完完全全冇任何監管嘅職業。嗱，記住係職業，因為咧佢係收你錢幫你做嘢嘅。好多咧私人壇口咧唔會主動公開有冇商業登記，登記持有人係邊一個，甚至收款人同對外發名都未必係同一個人。咁你俾錢佢，你估佢使唔使交稅？嗱，一筆錢咧可以叫利是啦、心意啦、香油或者隨緣啦。嗱，唔代表法律同稅務上面自動變成非商業收入，即係出咗事，你同佢嘅利益關係，你係可以告佢嘅。嗱，告唔到，咁你都有其他方法啦，係咪先？例如佢虛構身份、冇辦商業登記證、漏報收入、虛假服務説明、誤導遺留，或者收款之後咧冇合理意圖提供服務等等，即係唔係廟宇又走去收香油錢或者善款等等啦嚇，其實好多嘅。即係如果你哋真係咧俾師傅呃咗咧，又真係谷住道氣咧，其實好多方法可以去追討嘅。點解要講呢啲咧？因為由頭到尾咧都冇一個獨立機構可以去查到個師傅真正學過幾多嘢，個管口係咪合法嘅，工業大廈裡面係咪可以裝香燒衣紙，消防裝置同埋逃生安排恰唔恰當？即係如果真係有咩事發生，都可能因為身為徒弟嘅你允許非法嘅存在。嗱，記住明知有違法行為，仍然實際協助、促成或者鼓勵，就可能產生呢個法律嘅責任。另外，佢用咩身份去經營？佢服務作出過乜嘢聲明？有冇隱瞞重要資料？收錢之後有冇提供承諾過要啲乜嘢嘅服務？嗱，如果做錯事咧，失德或者呃人，咁由邊個去取消佢嘅資格？更加現實嘅係，師徒傳承本身並唔平均，同一位師傅可以將唔同嘅內容傳俾唔同嘅徒弟，有人學得多就有人學得少，有人跟師傅10年咧，有人可能只係上咗幾堂啫，就已經對外自稱自己係正式傳人，甚至對上一代師傅離世之後，邊個係大弟子，邊個係秘傳，邊個有資格再收徒弟，都可能變成各有各講。一個咁樣制度嘅民間法教，我都唔知啲人拜師嚟做乜。一邊話自己係正統啦，另一邊又話自己對方一早就已經俾人逐出師門啦。講真啦，普通人根本係無從判斷嘅，一個完全冇辦法去判斷真定係假。佢哋所講嘅一切都可能100% 係假，因為冇一個判斷，冇一個監督，甚至乎冇歷史去俾你去睇。即係嗰個話我係掌門，哇！你以為自己跟到個掌門好叻啦，係咪？點知去到發覺，喂，原來佢乜都唔識嘅喎。但係點解你會信佢掌門咧？因為唔會一個名冊，佢登記佢係乜掌門㗎嘛，所以你咪只能夠靠信咯。嗱，你自己又信咗，咁你又冇計啦，係咪先？所以咧，有傳承呢3個字，呢一句説話，最多只可以回答到佢聲稱跟過邊個學過，仲要唔知係真定假。而當一套資格完全依靠圈內人互相承認，最容易出現嘅就係同一個門派名稱之下，有人真係跟咗師傅好多年，有人只係學過少少，亦有人只係靠把口一個發名或者任何嘢啦，就將自己包裝成為一個大師。嗱，呢個咧就係民間法教點解永遠都參差不齊嘅地方，因為咧佢根本冇一條所有人都需要跨過嘅門檻。其實咧，今次點解我要重拍呢一個題目咧？因為2年前咧我已經拍過一條片講道教同埋民間法教有咩分別，但我而家睇翻咧嗰條片咧，無論資料啊、表達啊定係證據咧，都係做得唔係幾夠好嘅。有好多嘢咧，我知道自己想講乜，但係就冇真正去解釋清楚。觀眾聽完咧，可能淨係知道茅山、六壬、女山、梅山咁幾條唔同嘅法脈啦，就係咁噶啦。但係點解佢哋全部都會歸入去民間法教咧？民間法教又係究竟點樣出現嘅咧？2年前嗰條片咧，我講得唔夠完整，所以咧今次我想重新再做好佢。嗱，大家要明白民間法教咧，首先唔好將佢想像成一個由教主創立，再由總壇一路向下分支出嚟嘅宗教。
佢唔係發教咧，唔係一間總公司下面開茅山分店、綠林分店、女山分店，唔係咁噶。佢個形式咧，方法幾乎係完全倒轉嘅，係每一個地方、每一條村先有自己需要解決嘅問題。嗱，以前嘅村落咧，有人突然之間大病揾唔到原因，有人精神失常被認為係撞邪，起屋啦要安宅，死人要處理喪葬。村落遇到瘟疫啊、旱災啊、意外啊，又要祈福啊、驅邪同埋酬神啦。咁當時咧，唔係每條村咧都有正式嘅道觀噶嘛，更加唔會有宗教學院派啲專業人士落嚟去幫你噶嘛。於是地方上咧識得請神啊、畫符啊、念咒啊、占卜啊、驅邪啊同主持儀式嘅人，就慢慢變成咗村入面嘅師公或者係法師啦。咁佢哋嘅服務嘅對象咧，首先唔係一個龐大嘅教會，而係自己條村附近嘅宗族、地方嘅廟宇同認識佢嘅鄉里。所以咧，民間法教嘅源頭咧，唔係一個人突然間宣布今日咧我創立咗民間法教啦，而係咧好多地方面對相似嘅問題，各自發展出一套處理嘅方式。一條村有一條村嘅神明，一個宗族有一個宗族嘅傳說，一個師傅有自己學翻嚟嘅法本、咒語同埋禁忌，再由師傅傳俾徒弟，徒弟搬去另一個地方，再加入當地嘅神明習俗同做法，傳咗幾代之後，就慢慢形成咗一條地方性嘅法脈。所以咧，法教咧從來唔係先有一套全國統一標準，再傳去每一條村，而係每一條村每一個師徒系統先有自己嘅做法，之後咧先再俾人概括成為民間法教。咁好簡單，我呢條村係茅山，好啦，跟住然後傳咗幾代，但原來幾代前即係我呢一代啦。隔三條村咧又話自稱係茅山嘅，咁你覺得係咪同一樣嘢？絕對唔係同一樣嘢啦。但係點解大家都會用茅山呢個字咧？因為當時大家淨係識茅山，就係咁簡單啫嘛。好啦，入翻正題先。當然啦，法教咧亦都唔係完全同道教冇關係嘅。相反，經過長時間發展，好多地方性法術都吸收咗道教嘅符籙、神像、法印、雷法同呢個天庭官僚嘅概念。有啲咧亦都會加入佛教啊、祖先嘅崇拜啊，甚至係地方神明嘅內容，所以先至會有啲佛矛啊，或者係好似同平時唔同嘅法教名出咗嚟。嗱，你今日咧見到一位民間法師啦，佢壇上面可能有道教嘅神明，口中念嘅都可能係道教咒語，用嘅亦都可能係道教嘅符式啦。但係有道教元素，唔代表佢就等於一個正式道教體系嘅管理導師啊嘛。因為兩者最大分別嘅唔止係拜邊位神，而係佢個身份傳承同資格究竟由一個公開制度確認，定係由佢自己師徒圈子承認。所以點解茅山、綠林、女山、梅山全部都可以叫民間法教？唔係因為佢哋同屬一個總壇，而係因為佢哋都有一個共同嘅特徵，由地方需要產生，靠師徒同私人法脈嘅延續，再由各自圈內人確認身份。民間法教咧，唔係由一個中央向下分支，而係無數條村、無數師傅由下面一條路生翻上去嘅。呢一種形式方式咧，令佢可以非常之靈活，即係每個地方都可能因為因應翻自己每條村嘅需要，發展出唔同嘅做法。但係同一個優點，亦都帶出一個非常嚴重嘅問題。當每條法脈都係自己傳、自己解釋、自己認證，究竟邊個有真材實料？邊個先係改個名、砌個傳承故事出嚟，就可以出嚟收徒收錢呢？嗱，大家聽到咧民間法教咧，原來係一條村，因為實際需要啦，就慢慢產生出嚟嘅。會唔會覺得咧，其實有少少熟悉啊？因為咧呢種情況根本就唔係中國先至有，以前世界各地好多傳統社會，一條村或者一個部落入面，通常都會有一個特別嘅人，有人會叫佢做巫醫，有人會叫佢做薩滿，有人叫做祭司、靈媒或者部落巫師，名稱唔同，但係佢哋負責嘅工作咧，其實非常之接近。一人突然病咗，佢要判斷佢身體問題啊，定係呢個邪靈作怪；一人發噩夢、精神失常，咁佢又要幫手驅邪喎。咁村落遇到天災啦、瘟疫啦、打獵失敗啊，佢都要同神靈或者祖先溝通。有人出世啊、結婚啊、死亡啊，佢都要主持儀式。換句話講，佢唔只係一個宗教人物，佢同時可能係醫生啦、心理輔導員啦、祭司啦、占卜師啦，甚至係村落入面嘅負責解釋未知事件嗰個人。因為咧以前冇醫院、冇心理學、冇氣象台，亦都冇一套現代科學制度去解釋點解一個人突然之間會發高燒啊、抽筋啊、精神失常啊，或者點解成條村連續發生意外啊。但係當人解釋唔到一件事嘅時候，就會將原因放到喺神靈、鬼魂、祖先或者係邪氣嘅身上面，而負責處理呢一啲力量嘅人，自然就得到村民嘅信任。
中國民間法教咧，其實就係類似咁嘅社會環境下面形成嘅，只不過外國嘅薩滿可能會敲下鼓、跳下舞，進入恍惚狀態；中國嘅法師可能會畫下符、念下咒、請下神、搭下光、用下法印同法器，外表唔同，背後功能其實係好接近嘅，都係由地方社會產生一個專門人物去處理普通人冇辦法理解、冇辦法控制嘅問題。但係咧有一點非常之重要，以前一條村嘅巫醫或者法師通常係唔需要一張全國通用證書，佢有冇能力主要係靠村裡面嘅人嘅口碑，邊個俾佢醫好過，邊個儀式之後嘅村民覺得係有效嘅，邊個師傅過法俾佢。只要附近村民信佢，佢就可以繼續做落去。嗱，呢套模式咧，放喺以前細小而封閉嘅村落咧，可能仲勉強運作得到嘅，因為大家互相認識啊嘛。即係佢住邊間屋㗎，佢阿爸阿媽係邊個，師傅係邊個，全條村啲人都知道。佢亂嚟，第二條村咧，所有人都會收到風。但問題係啦，當呢一種只係靠地方口碑同埋師徒互認嘅模式，搬到今日嘅城市同埋互聯網，咁情況就完全唔同啦。以前一條村認識佢，今日一個網名、一個法名、一個社交平台嘅帳號就可以面向成個香港甚至海外收徒收錢。以前做衰咗，全條村都知；今日做衰咗，叉咗個帳號，換個名、換個派別，又可以重新開始。所以民間法教咧，最核心嘅問題咧，唔一定係佢嘅起源有幾荒謬，而係一套原本依賴細小村落人情關係同埋地方口碑運作嘅傳承模式。今日咧已經進入咗一個陌生人交易、網上宣傳同跨地區收費嘅世界。但係咧，佢嘅身份認證同追責嘅方式咧，仍然停留咗喺以前條村嗰度。不過咧，要講清楚，我將民間法師同巫醫薩滿放埋一齊比較咧，唔係話佢哋係屬於同一個宗教，更加唔係話所有地方傳統都有共同嘅源頭。呢個只係功能上面嘅比較，因為咧喺好多傳統社會入面咧，醫療、宗教、心理安慰、占卜同埋社區嘅秩序本身就唔係好似今日咁分得咁清楚。一個人病咗啊，當時嘅人未必會分得出佢係咩病噶嘛，細菌感染啊、精神問題啊、壓力啊，定係有鬼啊。所以咧，負責醫病嗰個人咧，往往咧亦會負責埋呢個祭祀嘅。即係負責同神靈溝通嘅人，亦可能同時替村民去占卜啊、驅邪啊，同埋處理家庭問題。即係外國某啲地方叫佢做巫醫啦、薩滿啦或者靈媒啦，中國地方社會就可能叫做師公啦、法師啦、先生啦，或者其他地方嘅名稱啦。嗱，佢哋唔一定有相同嘅法術，亦唔一定拜同一個神明嘅。嗱，真正相似嘅係佢哋都係由地區社會需要所產生出嚟嘅，用一套超自然解釋同埋儀式方法去處理當時普通人冇辦法處理嘅問題。而以前咧，呢種制度之所以能夠運作咧，靠嘅唔係證書，靠嘅係一個熟人嘅社會。即係一位法師住邊條村，佢個仔係邊個，邊個係佢師傅，以前做過啲乜，一定係全部人都知嘅。即係佢做得好啦，咁口碑就自然會傳開去啦。佢亂嚟個名聲就即刻傳開去啦。所以以前嘅地方口碑咧，本身咧就係一種非正式嘅監管。但係呢套監管咧有一個前提，就係大家必須要認識佢，亦知道佢真正身份係邊個。一旦佢離開咗村落，進入咗今日嘅城市同互聯網，呢個前提其實就冇咗啦。即係面對陌生嘅客戶，一個人可以用法名去出現，以前嘅經歷啊、師承爭議同埋呢啲收費問題，外人全部都未必知道。所以咧問題咧唔係以前嘅村落法師一定唔可信，而係一套原本依靠熟人社會約束嘅制度，今日搬到喺陌生人市場之後，仍然冇建立一個新嘅身份核實同埋追責嘅機制。仲有一個問題，如果咧民間法教原本係由一條村嘅實際需要產生，咁佢嗰套法啊，本身會唔會就係為咗嗰條村而設嘅咧？嗱，答案好多時候的確係嘅。以前咧一條細村，村民咧未必聽過今日大家熟悉嘅大神名噶嘛，可能連玉皇大帝係邊個都唔知噶嘛。佢哋最熟悉嘅可能淨係佢哋本村嘅土地啊、本地嘅景主啊、祖先或者一位曾經保護過村落嘅地方神明，甚至乎一個先人。咁呢位神明管邊個地方，保護邊班村民，接受邊一套祭祀，全部都係同嗰個地方有關係嘅啫嘛。法師所學嘅亦未必係一套預設全國通用嘅法術百科全書，佢學嘅可能係點樣睇呢條村安境啊，點樣處理當地人相信嘅邪靈啊，點樣配合呢條村嘅廟宇啊、祭祀啊，點樣處理農務、瘟疫、喪葬、家族同埋呢個村落衝突。即係換句説話講，佢套法咧唔單止係法術，
背後仲有一個完整嘅環境，有特定嘅神明、特定嘅地界、固定嘅村民，有一套全村共同理解嘅故事同規矩。所以以前咧，佢有效冇效，亦都唔係淨係睇一場法事，係全條村經過幾十年甚至乎幾代人一路觀察佢哋呢個師徒嘅系統。但係如果今日咧突然之間將成套嘢搬入大城市，問題就出嚟啦。原本保護一條村嘅神，點解突然可以替全香港所有陌生人辦事呢？原本處理農村安境啊、瘟疫同埋宗族問題嘅法術，點解突然之間可以變成改運、追翻感情、催財、處理所有住宅嘅風水呢？原本靠全村人口碑證明嘅法師，點解搬入去工業大廈開一個社交平台賬號，就可以向完全唔認識嘅人收取幾萬蚊費用呢？嗱，我唔係話一套地方傳承搬去城市就一定冇用。宗教同儀式本身可以跟住人遷移，亦可以因應新地方重新調整。但係重點係佢有冇真正完成呢一個調整？有冇建立新嘅社群？有冇固定嘅場所？有冇清楚交代自己服務嘅範圍？定係只係將以前條村嘅發脈名、祖先名同幾張符包裝成一套可以解決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問題嘅萬能服務？一套原本為特定村落產生嘅方法，突然聲稱全世界通用。提出證據嘅責任應該係收錢嗰個人嘅身上啦，唔係由客人俾完錢之後先慢慢證明佢有冇效噶嘛。咁講到呢度啦，仲有一個更加根本嘅問題。以前咧，民間法師咧喺條村入面咧，究竟係一個乜嘢職位？嗱，講白啲啊，佢主要係一個地方嘅巫醫啦。有人病咗，佢幫手驅邪，係咪？有人撞鬼啦，佢幫手處理。條村要安境、酬神、送煞、辦喪事，全部都係由佢主持儀式嘅。但係佢可能同時係祭司、巫師、靈媒同村落入面負責解釋未知現象嘅人。嗱，呢個職位咧喺呢條村入面咧可以係好重要嘅，因為條村需要佢啊嘛。但係重要唔代表佢擁有無限嘅權力。佢原本服務嘅係一個特定嘅地方，處理嘅係本村相信嘅神明、鬼魂同埋問題。佢嘅身份同埋能力係由附近村民長期觀察同認同嘅。但係今日呢個角色突然之間放入大城市，情況就完全唔同啦。原本只係睇一條村安境嘅人，突然話自己可以睇全香港任何人改運。原本處理地方邪靈嘅法，突然之間可以處理感情、財運、官非、健康，甚至乎海外客人。原本咧可能只係本村神明同埋祖師建立咗關係咁大把嘅啫，今日就話我可以調動關帝、玄天上帝、九天玄女，甚至乎雷暴天象。咁我真係要問啦，你係幾時升職嘅？如果咧按照佢哋所講啦，天庭係一套講職位、官階、印信同埋管轄權嘅系統。唔同神明有唔同嘅職責，唔同地方有唔同嘅境主，唔同法職亦應該有相應嘅權限。咁一個地方法師憑咩跨過原本嘅地域同埋職能，直接向天庭大神發號施令呢？係邊個授權佢發職？邊個證明佢有權使用某位大神嘅名義？佢手上面嗰個印啊，喺邊度俾佢㗎？佢所講嘅天庭職位有冇一個佢自己師徒圈啊以外嘅體系認證呢？當然啦，有人會話：喂，咁我祖師傳承啊嘛。但係祖先傳過一套地方儀式，唔代表後世每一個徒弟都自動得到無限嘅管轄權㗎嘛，大佬。更加唔代表每一個識得寫一位大神個名、畫一張符、擺一尊神像，就等於嗰位大神正式授權俾你㗎嘛。正式道教儀式入面，所謂向天庭呈表、使用法印、召請神像，背後至少都有套法職、傳道、科儀同埋文書呢個邏輯啊。咁道教呢套制度係咪真係一定係真㗎？入面係咪全部人都唔會呃人嘅咧？咁當然唔係啦。但係至少佢會嘗試回答，其實你係一個乜嘢身份，屬於邊一個體系，有啲咩法職，你可以主持啲咩儀式，由邊個授權俾你？嗱，民間法教最大問題咧就係好多答案最後都係同一句：喂，師傅俾我嘅，而佢個師傅嘅權力又係上一位師傅傳落嚟嘅。咁你一路追上去，你可能淨係見到一條私人師徒嘅鏈嘅啫喎。係咪？但係從來冇一個獨立系統證明呢條師徒鏈真係得到所聲稱嗰位天庭大神承認喎，仲要係冇第三者見到添喎。所以問題咧唔係地方法師一定冇能力，問題係佢由一個服務村落儀式嘅人物，變成一個聲稱可以調動天庭處理天下任何問題嘅大師。中間嗰次升級究竟發生咗啲咩事？係真正有一套可以交代嘅法職同埋授權啦，定係搬入城市之後就可以自己睇自己升官發財啊？嗱，以前條村需要嘅可能只係一個巫醫，但係今日佢賣俾你嘅已經係一套宇宙級嘅權力喎。既然咧收費同聲稱都升咗級啦，證據都應該一齊升級啊。咁有人可能會反駁啦。
好中意反駁嗰啲人。我本法本啊寫到明啊，穿州過省，百打百勝。咁我真係想問你一句啦，你除咗你自己手上面嗰本法本之外，有冇睇過同一個法脈其他年代、其他支系、其他師傅傳落嚟嘅法本呢？因為我睇過，我睇翻以前流傳落嚟嘅法本，情況根本就唔係大家想象中咁統一，淨係一條法脈都已經分出幾十本內容唔同嘅法本。就算係香港六壬界，人人都認識嘅老一輩師傅，由同一個人傳落嚟嘅徒弟，佢哋各自保存嘅法本內容都可以係有出入嘅。有人多幾條符，有人少幾條咒，有人神名唔同嘅，有人程序次序唔同嘅。嗱，唔好問我係邊個嚇，我唔會講噶。嗱，甚至同一個法門，幾個徒弟寫出嚟嘅都可以唔一樣。咁問題就嚟啦，你手上面嗰本法本憑乜嘢係唯一嘅真本？你師傅親筆寫俾你㗎，定係師兄抄俾你㗎？抄嘅時候有冇抄錯？上一代有冇加過內容？再上一代有冇拆除過一啲內容？甚至有冇可能幾代之前嗰本已經係出現錯誤，只係一路錯住咁傳落嚟呢？係咪？即係一樣嘢傳咗100年，唔代表佢係真咗100年㗎嘛？即係我唔記得六壬嗰個田乜乜和尚呢，即係有叫格智和定係田智和尚定係格智和尚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上一代寫多咗一棟或者穿咗底，就一直傳咗落去㗎啦。咁你又知道自己冇錯，係咪？亦可以係一個錯誤重複咗100年㗎嘛。更加值得留意嘅係，我睇過研究收集到嘅年代可以追得比較遠嘅法本，早期內文咧，其實啲字眼係冇咁誇張嘅。即係我睇翻我睇2000幾本啦，即係因為我跟住嗰個研究喺度睇落去，以前嘅法本咧，文字咧，好多時候咧都好低調，主要寫嘅儀式啊、程序啊、神名啊、咒語啊、符式啊、禁忌同埋一啲法門用嘅係咩情況啊，咁樣嘅啫，即係好少一開口就會話自己穿州過省，百打百勝，天下無敵，大顯威靈，即係任何地方任何事情全部都可以處理嘅。即係反而咧去到比較近代咧，呢一類好似廣告標語咁嘅字眼咧，先開始喺啲法本度出現嘅。咁我就要問啦。嗱，呢啲説話究竟係古代祖先本身留落嚟啊，定係後來嘅人為咗自己嗰套法啊，聽落去更加威猛，慢慢加上去咧？係法本記錄法術啦，定係有人開始用法本替自己做宣傳咧？因為當法本本身已經有大量不同版本，而冇一個所有支系共同承認嘅原本，你就唔可以單憑一句我本書係咁寫㗎，就當完成咗呢個證明㗎嘛。一本私人傳承嘅法本，只能夠證明你手上面有一本咁樣寫嘅法本咁大把，證明唔到佢係最早版本，證明唔到佢內容冇俾人講過，證明唔到佢其他支系都承認，更加證明唔到法本寫得幾威，現實就一定會有幾威。所以成條片咧講到最後咧，我真正想講嘅唔係民間法教一定係假，唔係，而係成套系統由頭到尾都缺乏一個獨立方法去核實自己。師傅證明徒弟，徒弟證明法本，法本再反過嚟證明師傅，三樣嘢兜一個圈，全部都係同一個私人傳承入面互相認證。講真啦，大家可能咧都冇乜機會會入到師傅嘅私生活，但係咧我唔講都講埋啦，是但啦。但係咧，因為我嘅職業關係，我真係入過去。其實好多時候咧，真係唔係大家想象中咁神聖嘅咧。佢係一個職業，咁我又係一個職業，互相利用嘅情況底下，我先會聽到佢嘅真心話。其實佢哋真係淨係當一份工咁做嘅啫。但係呢份工就係要俾一個心理安慰俾你哋，從而去揾餐飯食。我理解亦都支持嘅。俾唔起錢心理醫生，咪俾錢啲師傅睇咯。問題係出喺有大志嗰班師傅度啊，因為錢作怪，佢開始亂咁作嘢，亂咁收錢。其實咧，我知道仲有一類嘅，即係默默耕耘，淨係做自己嘢嘅啫，唔係要揾大錢嘅師傅，做下驅邪祈福之類。我覺得佢哋嘅存在係重要嘅，但係唔允許佢哋存在嘅唔係我。係有大志嗰班師傅，因為要揾錢就有幾大吹幾大，踩低晒所有同行，全世界都係假，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由神人模式呃到連自己以為自己真係神啊！就算咧攞晒證據、攞晒歷史都好，全部攞晒出嚟啊，係咪先？但係我都估咧，根本就冇人會信，甚至乎冇人會睇。一有人話自己係雷祖又好，大聖爺又好，你哋即刻就繼續跪拜神棍。之後咧，我應該就唔會再講呢啲話題㗎啦。即係
講到悶啦，希望大家自己睇路啦。咁仲有啊，掛住發表偉論嘅時候，我唔記得仲講道教。講到道士身份咧，好多時候第一時間咧，啲人都會問你有冇傳道證，有冇六碟。其實咧，2025年咧，道教就更新咗一啲嘢，一啲規則啊成。咁我睇過，所以我想講翻俾大家聽。因為以前咧，我咧都會覺得，哇，有張六碟咧就可以理解成一個道士嘅身份證。但係嚴格嚟講咧，兩者咧唔係同一樣嘢嚟嘅。按照中國道教協會現行規章，正一弟子經過傳道就會有傳道證啦。咁而正一道教教職人員經過受錄就會攞得呢個六碟啦。咁受錄唔只係一張紙嚟噶嘛，係道教傳統入面佢涉及經錄法職、修行次第以及收錄者所承接嘅宗教責任。所以六碟當然唔係冇用啦。問題係佢證明嘅主要係持有人經過受錄取得相應嘅宗教修行進階，但係咧要證明一個人目前係咪中國內地制度之下經道教協會認證向宗教事務部門備案嘅道教教職職員，佢哋用緊嘅係另一張叫做道教教職人員證書。簡單啲嚟講，道碟處理嘅係宗教傳承同埋受錄嘅資格。教職人員嘅證書處理咧，就係現代行政制度之下嘅教職身份，一個係屬於教內傳承，一個係涉及現代身份認證。嗱，兩者係有關係啊，唔好溝埋一齊嚟講啦。更加咧唔代表有一張年代久遠、來源不明嘅六碟就可以自動證明持有人係某地區官方認定嘅道士，但亦都要講清楚，六碟唔係教人嘅許可證，更加唔係話冇教職證就唔可以同徒弟講經、交流或者傳授個人所學。正式修徒、傳道、受錄同一般師徒嘅教學本身就係幾個唔同嘅層次，而以上講嘅認定同埋備案制度，主要係適用於中國內地、香港、台灣、馬來西亞以及海外華人社會，各自都有唔同嘅宗教環境，唔可以將內地制度直接搬過去判斷所有嘅道士或者法師。嗱，呢個咧就係道教同民間法教嘅最大分別啦。講真啦，咁多規矩嘅道教都有人會出嚟揾食，更何況係民間法教。咁多位朋友，我會留喺美國一段時間，有冇加州嘅朋友或者三藩市嘅朋友咧，可以 email 我嘅，咁啊約下我，等我再了解更加多美國嘅事，好冇？多謝你哋。頻道嘅觀眾朋友，小弟誠意邀請散落世界各地嘅你，如果你中意玄學或者法科，或者對各種靈異故事特別有興趣嘅話，我都好歡迎你哋加入我嘅 WhatsApp 群組，一齊分享自己嘅親身經歷同埋感受，亦都可以俾我啦收集更加多靈異或者神棍嘅故事，等我可以分享上 YouTube 俾唔同嘅朋友知道啦。咁我哋個連結咧就已經喺影片簡介嗰度啦，等緊你哋啊！